我去地牢看看那小子啊！你们在这守着，有异动立刻唤我，啊！小心点啊！是唐天禄。若打起来，必然会引来所有唐门弟子，得想个办法引他们离开。这个，便交给我吧，我顺带去把唐莲院那个小徒弟救出来，毕竟他还要换我们允卫生师娘呢。小心啊！哎，你们看好这里！孙颖珠。宇哥，想必这便是那边月天蚕所致。怎么才能救下他？用火纹珠试试。可笑啊！冰月天蚕乃是天下奇物，就凭你的火纹珠，还想解开唐莲月身上的冰寒，真是异想天开呀！啊！研魔掌，早知道多带几个人过来。这里是锦城，在锦城和唐门作对，大家长，这可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说来说去，不就是人多吗？胜者为王，人多便能胜过我吗？苏家主确实是一个不断能给人惊喜的人。这暗器上有剧毒，只可惜你知道的已经太晚了。废话真多，也让你体会一下不得言行的痛苦。不晚不晚，我来的还是很及时的。神医，哲叔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收到了我那药王小师侄的求救，他也被困在了唐门之中。不过眼下最要紧的还是让我瞧瞧你的脉象如何。这毒是雪薇姑娘身上的，莫非她出事了？她之前被押带走了。果然如此，我那被逐出师门的小师侄心术不正，却是绝顶聪明。一个极尽完美的毒人落在他手上，确实能将他体内的毒取出来，用在其他用途之上。这毒不好解，你先服下药丸压制，等离开此地，我再为你解毒。多谢神医。白神医，你可有法子救下唐莲月？冰月天蚕，我知道了。怎么解？我试试阿火。蛇应该是吃蚕的吧？大概是吃的。阿火又是什么种类的蛇？凤仙火蛇。那这就是阿火啦。阿火可没有小青听话，知道叫他出来没好事，都不肯干活了。这就对了啊，干活干活。这屋子似乎没有方才那么寒冷了。是啊，而且在一点点的变短。若是有天海炎珠在，此刻唐莲月便已经能恢复正常了。这阿火虽说也是比较珍贵的炎性奇蛇，想要用它的火来解掉这里的寒，至少需要2个时辰，但也只能恢复正常，暂时还无法恢复意识。只可惜你们不会再有这个时间了。当暴雨梨花针的匣口对着你的时候，小心！你便已经死了。
你快看。和我无关啊。普通人在这样寒冷的情况下，想要恢复正常，确实至少需要2炷香的时间。神医说的是普通人，可他是唐连月。是，我可是唐连月。你终于醒了。我如何也想不到，来此救我的，居然是你们。你这是什么话？你在中埋伏的第一时间，不就应该想到我吗？是你，什么叫是我？我是谁？沐雨墨。居然直接就回答了，真是令人惊叹。是啊，毕竟他是唐连月。师叔，我想知道原因。你们支持的是唐灵皇，而我们并不希望唐灵皇成为未来的老太爷。但是唐门万宝楼的地址，除了老太爷之外，只有我和大师兄知道。这就是你们困住我，却又不轻易杀掉我们的原因。在万宝楼中，藏着唐门所有的天字及暗器。若是没有他们，唐门想要继续在江湖上拥有如今的地位，很难呐。如今你虽然已经脱困了，但唐灵皇和唐莲还在我们手上。若你敢轻举妄动，我们随时可以杀了他们。原来名门正派中的伪君子，说的就是你这样的人，利用所谓的正义感和道义来要挟对方，以达到自己卑鄙的目的。而真正的君子倒也很烦，毕竟真的会受制于此。你那个小徒弟已经被穆青阳找到了。你们想如何？说出万宝楼的地址，我保你和唐灵皇安全地离开唐门。老太爷呢？他不会再回到唐门了。什么意思？放心，我们不会对老太爷做什么的，他只是回不到唐门了，仅此而已。别听他胡说，小心中了他的计。师兄曾跟我说过一句话。什么话？无论什么时候，当有人以他的性命要挟我时，若是师兄遇到危险，有人拿我来要挟你，什么都不必管，向前冲就是。师兄永远不需要你来担心。不必管，向前冲便是。因为他永远用不着我来担心。苏家主，唐门的人来了。是。你是谁？在下唐玄。唐连月呢？副门主在连月到达斩龟汤之前就被人带走了。得知消息，连月便和雪月剑仙一同前往追赶。离去之前，托我向安和诸位表达感谢之情。仅仅如此？我那小世侄呢？新药王此前一直被囚禁在密室之中，副门主被人带走时，新药王也被人给故意放了出来。现在还在药室休养着，我来通报一声。看来是我那另一个小世侄干的。他们带走唐灵皇，是因为唐灵皇是绝佳的药人躯体。稍后我去唐门再诊断一番，你们再帮我将他送回药王谷休养。多谢。唐连月没有别的话了吗？安和诸位此次前来，想必是有其他事情拜访。我们家老太爷远行未归，副门主和连月又不在，若有什么事，可与我谈。与你谈？你是什么身份，有资格来谈？大家长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昌河的意思和我一样，你什么身份？来和我们谈。滚！顺便回去告诉唐连月，下次若想见我们，让他来暗河。被我的寻踪珠跟随，无论哪处，我都能寻到你。
青龙使，送葬师。沐雨啊沐雨，世间的人对我们暗河还真是充满敌意。大家长，不要乱来。想要和星剑传人对上一剑，便是乱来吗？暗河大家长苏长河前来天启城训获青龙使，还请通报一声。通报。我要见琅琊王。千百年来，江湖之人听闻暗河之名都是敬而远之。你们是黑暗中的刀刃，不知何时现身取人性命。而我是天启的青龙使，护卫着这座城池的安宁。所以，抱歉，方才防备的剑气是我的职责。我不在乎，不过苏沐雨可能会在乎。我女儿在唐家堡中见到了这三鬼。如今是苏家主了。好，苏家主说他们参与了唐门之变，但很明显，他们是站在唐连月这一边，他们帮助救下了唐连月。这对于我们而言是一份恩情。韩英后来找到了唐连月，但当时唐灵皇已经被一群神秘的人带走了。他们一路北上追击，但连月身上还残留着冰月天蚕留下的寒毒，中间被迫停了下来。随后，就失去了唐灵皇的踪迹。唐灵皇被带来了天启城。那位寺的密探也说了，前不久一群神秘的人进入了天启城，但随后不久就摆脱了他们的监视。韩英不想参与天启之事，便回了雪月城，而我和连月继续追查。我们猜测，就是这群神秘人带走了唐灵皇。就在我们打算一查到底的时候，你们进入了天启。我们能帮助你们找到他们。所以你们来此，是想和我们做一笔交易？话说起来，他们和我们还有一些仇怨。按照我的性格，便应该将他们杀个干净。但是苏沐雨那个家伙，他说这是一个不错的机会。什么机会？和琅琊王成为朋友的机会。我其实很不屑的，我这样一个张狂嚣张的家伙，怎么能想和琅琊王那样光明耀眼的英雄成为朋友呢？但是苏沐雨说了。他说的话你都听。他说什么了？苏沐雨说是暗河成为琅琊王的朋友，不是我成为琅琊王的朋友，所以让我闭嘴。哼，你说离谱不离谱？我是大家长还是他是大家长？我凭什么闭嘴？我还就要说，我不怨，我不屑，我嗤之以鼻，我白眼相看，我委曲求全。所以青龙使，烦请青龙使通报一声，暗河大家长求见琅琊王。所求为何？至于所求，我想当面跟他说。青龙使只需要通报即可。那个权力比你还大的苏家主何在？哦，他呀，他明儿要早起看房子，所以先睡了。来，咱这边请，我马上带你们看的宅子啊，冬暖夏凉，人来人往，满足你们既想开门迎客，又想自己居住的两重标准。我曾经的2任客人住在这里都发大财了，我相信你们夫妇也一定可以。我不是说过了吗？我们不是夫妇，只是一起开药铺的东家。我懂，你们郎才女貌，一对璧人，远来天启开药铺，只是东家，我可不信，你们定是从哪个大户人家偷了银两，私奔出来的。放心吧，我不会说的，我嘴很严的。看起来可不太像。来，请。请。来，看看这宅子怎么样？这宅子倒是还不错，是挺僻静的，就是不知道生意会不会不好。医馆生意好不好，那不得看白神医你吗？神医医术如何？天下前5吧。那前4在何处？应当都不在这天启城中。我们的医馆开在此处，还是不够偏僻啊。真能吹。多少银子一个月？啊，月租？我们这儿不能月租，只能年租。
你们大老远跑天启城开药铺，只租1个月？能半年吗？应该是待不了那么久的。是啊是啊，我也不是很喜欢这北城的气候，还是要回南安城。而且这里的桂花糕也不好吃，要不我们算了吧。半年，那行吧。半年的话，白银200两。这么贵啊？这可是天启城，天下最繁华之处。200两，良心价了。这是良心价吗？不，你什么？200两？就这破地方？哎呀，苏公子，你怎么找了这么一处破院子呀？走走，跟我走。我在齐乐方中有一处大宅，那足足有10个人宅子这么大，里面有奴仆80室，饮食起居样样不愁。你直接去住，住的舒服了送你别墅。若是住的不舒服，喜欢安静些，我在近郊还有一处山庄，足足有30个这宅子那么大，里面还有猎场呢。走，我带你瞧瞧去。多谢二爷好爷，不必了，这宅子挺好的。我们来此处开医馆，若是宅子太大了，反而不太方便，还是要平易近人些。若是病人看着那院门都畏惧不敢进门，倒是更麻烦了。有理，那就此处吧。你是哪处的庄宅衙人啊？在下见过，涂二爷，我是无爱无屋的庄宅衙人。太像没听说过。这位是我朋友。哦，便宜些啊，那就多少2银子。1两银子？没错，主要是想跟二爷交个朋友。就这么点银子，想跟我交朋友？不是二爷，这便宜你了。明日找些人来帮我朋友把这房子整修一下啊！哎，苏公子，你们想几日后开门迎客呀？3日之后吧。都听到了？听到了。多找些人来。好，那在下现在就去办。苏公子，你忽然回到这天启城中是为了什么呀？为了攀关系。哦，攀谁的关系？琅琊王。那可真是人中龙凤啊！来，苏公子，你们暗河找琅琊王做什么？是不是准备要干一票大的？大的有多大？比如造反。造反？哎，我能参与吗？不能啊，那太可惜了。我的意思是我们不是来造反的。那你们找琅琊王做什么？琅琊王在你们心里是会造反的人吗？以前不是的，但现如今好像不太一样了。有何不一样？最近这天启城中传言纷纷，说是琅琊王当年撕毁的龙凤卷轴中写的是他的名字。谁敢在天启城中散布这样的谣言？说的就是琅琊王当年领兵打到了泰安殿，从先皇手中拿到了龙凤卷轴，随后便宣布先皇传位萧若锦，也就是如今的明德帝。但你要知道，这龙凤卷轴向来是有2封的，一封在当年的泰安殿外直接就被琅琊王给撕毁了，而另一封原本应当由传信太监送到钦天监，而钦天监并没有拿到，这个太监也消失了。这个传言其实一直都有，如果那卷轴中写的是萧若锦的名字，那琅琊王还把他撕毁了做什么？不过就是因为当时他重兵在手，谁敢说一个不字，甚至活不过那天晚上。后来没有人敢提起的原因，也就是这样。所以这一次谣言再起，定然有人刻意为之。那你觉得会是谁呢？我觉得就是琅琊王他自己。如今他3平男爵，战功赫赫，已是北离军武的第1人，威名直逼北离的开国皇帝天武帝萧绎。而且他麾下的大军也早已蠢蠢欲动，很想直接用他为帝。哎呀，或许当年的琅琊王很想一心辅佐自己的兄长，可这人都是会变的，尤其在那高处站得久了，也会寂寞。毕竟，谁还不想站得更高点儿？就好比这涂二爷，也想当涂大爷。白神医，你这是妄言啊！这绝对是妄言。开个玩笑嘛。看来我猜的没错。苏公子猜到了什么？我们在四怀城和唐门之中遇到了一些麻烦的对手。虽然他们的目标不是我们，但我发现他们似乎有着很大的图谋。结合方才你给我们的消息，他们的图谋应该就是对付琅琊王。多谢涂二爷了。哎，苏公子在这天启城当中，如果还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，尽管派人到千金台唤我便是。涂二爷想和暗河成为朋友，这也算攀关系吗？
我与苏公子一见如故，这是真朋友，不是攀关系。你知道的，我在这虚假的天启城中活得久了，对于那种一见如故的心动，反而格外珍惜。更何况，苏公子与我还有救命之恩呢。在哪里一见如故啊？嘿，自然是在教坊，满堂醉客啊，只有我与苏公子坐怀不乱。任务结束还能够活着的，要带他回去吗？不必了。都快死了，17号，欠你一只手，还你一条命，算你赚了。多少暗涌的情绪，不舍的沉淀，漫漫长夜中寻觅，挣扎爱痛的17号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偷听到你们的任务点，私逃出来寻你，我来接你回家。那地方也能算是家吗？有家人等候便是家。你弟弟还在那里？如同宿命随波蜿蜒曲折，谁能趟过黑暗的河？哪里会有彼岸穷尽一生，唯一点光倾尽颜色。辗转悲欢离合，恋恋不舍，思念在夜里醒着，心不由我，情字总无法逃脱。怎么总把自己搞得这么狼狈？反正每次你都会及时出现，我狼狈点儿也没什么问题。鬼哭园的试炼马上要开始了，各家主唤我们回去。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。哪里会有彼岸穷尽一生，唯一点光倾尽颜色。想必你们已经有所了解，待会儿时辰一到，你们就会前往鬼窟渊。每组10个人，只允许留下1个。第一组86号、18号、74号、42号、34号、26号、17号。第一组的最后一位，63号。63号。谁惹了木秋兄啊？生这么大的气！穆子哲，你明知这2人是我苏家属意的，你这般行事，是要与我苏家为敌吗？别给我扣这么大的罪名，我可不敢。我只是在尽我总教习的职责罢了。职责？
不把过强的2个人放在同一组，这是3家都默认的。你就不怕我上报提魂殿吗？等他们情深意重，把彼此看成兄弟的时候，再让他们自相残杀。活则在一起，不要走散了。看起来也没有办法与你走散了。全都来了。谁都知道你们剑术高超，与其1对1跟你们单打独斗，还不如合力把你们都杀了。我们剩下的再斗，还有几分生气。那便来吧。八节制，刀剑合十，攻守戒备，决一切生机。要胜此战，唯有一途，一二入局。我为尔。要破八节阵，唯有牺牲1人才能找到突破之口。我们2个同时上，算怎么回事？我知道，我来。有生于何下残风冥冥中汹涌，回头望云都乱岗，闭上眼月暗之上，破阵之口。天地长空，任空出世扭转乾坤，风风雨笑自灵根深，走在我脚下无不寻根，借一生不爱也不恨，经历穿越大河，众生一夜的人满的泪痕，逆流而珊瑚中身份，请忘记我是谁，因我也是我们。三五一生，四季将我至群下，向这里出滔滔，而雷不化东风起，此反风凌厉剑真高，将走北风光临千万顷，一流水洒背负来，让心了几万里。刀光剑影出鞘，一破好人仰天长啸，手如履薄冰，谁弹起恨灵，传至光明，无悔脚下不胜履。只剩我们2个人了，所以
你疯了吗？你这疯子，停下来！我跟你说过，你的恩情，我迟早会还的。我不需要你还，你此前替我做点灯童子的时候已是还了。暗河的规矩，10个人只有1个人能走出鬼窟园，成为3家之人。你若不成我的情，我们2个人都得死。一定会有办法的。我去和他们说，他们享有最顶尖的资格，而我们俩是他们这些年里遇到最好的种子，他们不会愿意就这么失去我们的。你太天真了。你把手放开！你把手放开！只要足够强，便有资格天真。谁醒了？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，梦到一些很久以前的事儿。邪魔外道，无尽无身。我们是邪魔外道，难道你们让我就是人家长？不过是些魔障，看我一剑斩了你们！不好！大家长，人在虚弱时，邪气便会找机会侵染人的身子，做噩梦是正常的事。大家长不必担心。大家长可还安好？毛头，是。神医啊，你此生救过多少人？这我哪里记得得？加上唐二老爷，我此生杀过832人。
很多人，我甚至不记得他们是谁，但心底里总会有一个声音告诉我，那是我杀过的人。其实我不怕这样的梦。当他们出现的时候，我会拿起手边的剑，将他们斩杀得一干二净。我既然杀得了他们一次，那么自然我能杀得了他们第二次、第三次，无论是梦境还是现实，都不会有任何区别。但这一次，当我拔剑的时候，发现手里的剑已经断了，需要让沐雨快些回来。难道大家长就不害怕他在这个时候背叛你吗？不会的。哎呀，坐了许久的马车，累了累了。小上火，你这个样子能追到鹰，你到底是什么安排啊？追得上，大家长此行北上，无非就是想拖延时间，按照他的手段。老爷子有没有事儿我不确定，但是我们这一批跑腿的，定是要被他清算。所以在我这儿，大家长必须死。然后呢？我对于苏沐雨的安排，应当已经到了，让他见见几个故人，拖延一下他追上大家长的时间。驾！驾！驾！昌黎，宇哥，好久不见了。昌河派你来的？啊，是大哥让我来的。他说让我拦住你，实在不行就哭到你心软。他是不是觉得我不会杀你？他自以为能猜透我的心，可我杀过这么多人，我也有无法控制住自己杀心的时候。若我想杀你，你早就死了。驾！宇哥。老师，你口中的老师这2个字，放在我的身上，我可不敢当。苏轼先生，许久不见了，苏沐雨。昌河为了拦住我，居然把你也请来了。不必怪昌河，是我自己想来的。我想此事之后，或许我们便没有相见的机会了，就自请来此见你一下。顺道下一局棋。我在赶路，没有时间。若有机会再见先生，回到暗河，我定去藏书阁拜会。若我没有做到让你下完这局棋，昌河或许会杀了我。
先生来此，是想劝我和昌河联手。你们是暗河这100年来最不可思议的搭档，一起联手破过许多危局。这一次，我相信你们一样可以做到。我听昌河说，4年前你们做过一个决定，他当上苏家家主，你当上大家长，成为执掌暗河的新主人。那他有没有说过？我并没有回答他的决定。大家长他值得你这样做吗？这个问题的答案重要吗？沐雨，当你用一个问题来回答另一个问题的时候，就代表你的内心并不坚固。可这问题没有答案，只有选择。我在苏家待了将近10年，昌河与我更是从同一座炼炉当中走出来的师兄弟。准确的说，我们都是家人。昌河那样的人，可不会把老爷子他们当作家人，他只是把你当作家人。可如今我是魁，我的父亲曾教过我，承诺是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。先生您也说过，没了承诺，收了钱的刺客便会因为更多的钱而转头去杀自己的主顾，那么到最后秩序变乱了，刺客便没有存在的理由，暗河也没有存在的必要。你很聪明，但有时候太过于执拗了。已经沦为杀人的棋子，若心中还不存在点执拗，那么活着也像是死了。先生，你败了，告辞。宇哥，你赢不了的。3家家主对大家长这个位置觊觎很久，这个机会他们不可能放过。即便大家长最后把生医好了，他们还是会不惜一切代价把他杀了，这是个必死之局。即使死局，那么昌河他到底想做什么？他想改变暗河，跨过暗河，便能到达彼岸。彼岸之处不再是长夜，而应有光明。和我们联手吧。大哥的意思是让大家长在一个合适的时机死掉，死之前他把绵龙剑传给你，你执掌暗河，而他则去扫清苏家的障碍，成为苏家家主。到时候其他2家再有不满，你们便联起手荡平暗河。宇哥，抱歉，我有我的选择。大哥说了，若你拒绝，那他就自己当这个3家之主，到时候不管谁挡在他面前，他都会杀死，包括你，他这一生最好的朋友。沐雨，道阻且长。行则将之。驾！先中毒再解毒，以身试毒。倒是有种不疯魔不成活的意思。只是我不太明白，为了几张银票，神医愿意为我以身试毒？自然是不愿意啊，我又不傻。不过我有一个办法，既能感同身受的了解大家长体内的毒，但同时又不会死。什么办法？移魂大法。药王谷的秘术移魂大法。
若是一旦对某人施用此法，就能和他无感共识，他的过往和此刻的想法都无法逃脱施用者的眼睛。若是遇到意志薄弱者，甚至能彻底占据他的意识。我初听到此门功法，还曾感慨，这哪里是医术，分明是邪术。确实，医者行医，治的是人身体里的毛病，而移魂大法却能治人心病。不过我这次对大家长施用移魂大法，为的是彻底去除你体内的毒。至于大家长你心里想的那些嘛，我可以试着不去看。若是一旦施用移魂大法，那我的性命自然是全在我白鹤怀的掌控之中了。届时只要我想，可以随时杀死大家长。我想试试。大家长能活几日就让他活几日吧，反正我们抓紧时间找机会，先把那小神医给杀了就是。大家长和那个神医有地质社校保护，你那么有信心？哎呀，我派人传了封信，去向了北面那座皇城，里面有一个人出身唐门赫赫有名，是唐二老爷最亲近的弟子。九江琵琶亭内3道暗器震惊天下，是可以与司空长风、百里东君等人齐名的高手。唐灵月，我不知道大家长为什么要杀唐二老爷，但我知道唐二老爷死了，最想报仇的人一定是唐灵月。护送大家长离开，快！是。难得有片刻喘息，又要赶路逃命了。等你治好我，便无人敢来了。找到你们了，暗河。娄虚真，你是唐门的人？唐门，唐连月。唐连月，原来是天启城4守护之一的玄武使啊！我要找的人不是你，你们大家长在哪？我要见的。纵然你是玄武使，但这里一不是天启城，二我们暗河也不听朝廷的指令，大家长岂是你说见就能见的？我并不是以天启城玄武使的身份来的，是以唐门弟子的身份而来。你们暗河的大家长杀了我们唐门的二老爷，这笔账我来负责清算。这个消息玄武使是怎么知道的？如果是子虚乌有的事儿，那该如何呢？想必你们大家长早就走了，留你在此处断后，与我说这么多，不过是想拖延时间罢了。想走？急！
这样精妙的暗器手法，这就是白小堂冠绝榜上数一数二的高手吗？荧惑纸蝶和幽冥珠，你是暗河木家蜘蛛女。我不喜欢这个代号。小伎俩，你以为以荧惑纸蝶为掩盖，让这幽冥珠悄悄接近我，你毒丝偷袭，我就不会发现吗？真是自以为聪明的傻子。你在幽冥珠里放了什么？自然是霹雳堂雷家的霹雳子了。你怎么会有雷家的霹雳子？早年执行任务路过霹雳堂，很多雷家的少年郎都曾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，当然是他们双手奉上来讨我欢心的。不过，我跟你说这些做什么？童子点灯，阴魂索命。可曾记得昔日也差点做这点灯的童子？